嘿，欢迎来到今天的丰盛奥文哈，这就是今天要选的3张牌，1、2、3哈。好，来，第1号牌是钱币皇后哈，来，你仔细看一下它的颜色和角色的造型哈。好，第2张牌是宝剑皇后，好，仔细看哈。第3张是权杖皇后，好，你呢？如果需要看仔细一点的时候呢，你可以按下暂停哈，按下暂停看哈。然后呢，记得哈，你可以看久一点哈，看一下这颜色、构图各方面哈。如果已经这样3个摊开来了，然后你的目光还一直在某一张上面，那就表示你跟它的共振还蛮强的哦。这个时候它会有某一种共振跟某一张连接特别强，你在不同的时间来看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感觉哦。所以同一个影片，其实你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再回来重看、重选看看哈，那个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哈。然后呢，如果已经选好的话哈，1、2、3，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来哈，今天的我们选到1号的朋友开始哈。然后今天的题目是呢，他已经来了吗？好。那个你期待已久的人来了吗？他在你附近了吗？好，因为近期我有感受到某些水能量的扩大哈，跟膨胀哈，所以我开始觉得近期应该有蛮多人都有机会遇到心中期待的那个人哈。来，我们来帮你看看选择1号牌的朋友哈。好，好。好，好，3，看都是权杖牌哈。目前看起来这一个出现在你附近的能量非常强，非常强哈。应该来说，我看一下哈，它的号码跟这方面来说的话，它已经到你的范围里了啦，到你的范围里了。但是我必须说，还是有点距离，但是好的地方是它在你的范围里了。什么叫做你的范围里？就是你去的场所哈，你的朋友圈也有，你的工作的环境那个圈子也有，工作环境圈子也有。一般我会比较认为是朋友圈就是你的交际圈里面会比较容易出现，因为它这里有一个讯号是，它会从你朋友带来的新朋友里面出现了哈。1号牌是有这个讯息，不过呢，因为权杖10的关系哈，所以我认为它会比较在外圈了哈，因为它被某一些的层层的连带关系挡住了。我觉得它被挡住了，然后又因为是权杖3哈，权杖3我觉得它会连接到权杖2之后进入了3哈，它这2个我觉得它都是连接在一起。权杖2开始会有一个分水岭，然后权杖3会有一种遥望行动往前向前的一个机动性跟一个动力哈，跟一个动机会出现，所以呢，我觉得它还在比较远的地方，它不在附近哈。它在附近的话，我会有感受到更精准的水能量。就是如果它已经很靠近你，会看得到更精准的水能量。那我又觉得说，因为圣杯骑士在这里了。所以我觉得它在范围内了，因为它也算是蛮精准的水能量，可是它是属于一种漂移的，还在移动的，还在寻找的，还在初期，我觉得它在初期。然后火能量我也觉得是在一个比较 pure、比较单纯的一个火能量上，所以我目前觉得它是在你的范围里，但是你还触碰不到，但是快了哈，快了。来，我再帮你看看其他的哈。好，2.8，好
哈，十全30出货。目前看起来的话，的确哈，他会出。我跟你说，你会比他更早发现他，这就表示说，他的外形啊，他的外在，他的条件可能是会先吸引到你的哦，因为宝剑8的出现哈，让我觉得以他的角度来说，他的心态上是没有特别再去找人要在一起，他还在过自己的生活，他还在以一种他就是很自然的在跟朋友圈交往，在认识人他并没有特别在寻找爱或寻找恋人，他没有。可是也因为这样宝剑8所让我看来的是，他有流露出自己的一种魅力，也就是说他的电力是乱射的啦然后是会射到你这里来，所以你会先被他吸引住，然后呢再次证明你们的见面是需要靠朋友这一层关系的，而且不是工作，一定是在外面交际圈里面然后会认识的我必须直接说，他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燃起什么感受啦，就是说他也不是第一眼就特别有恋爱的感觉或什么他跟你的相处，他是会慢慢的发现你的重要性的，他会慢慢发现重要性，所以呢，只有一个讯号可以让你知道他可能出现了，那个讯号就是近期你认识的新朋友如果让你觉得外在谈吐、声音各方面你都有点吸引你的话，蛮高的几率是他。可是还有一个条件是，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他会有一种起不了作用的感觉，就是你好像跟他表示任何东西，他都跟你有一点小小的距离感因为金币国王在这里我在翻的时候是以他的那边的能量来翻。好，金币国王出现的时候，我发现他就是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他没有在找啦，他没有在找，他在过他自己的生活他即使有遇到感觉不错的，他都要在1次、2次、3次、4次才会慢慢才有那个情愫，才有那个情愫出来。即便他已经知道某个人可以，或是你可以跟他试着交往看看，可是他内在的那个情感面起来的速度就是比较慢它是要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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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叠起来的好，现在目前能看到的讯号是这些来，我再帮你看看他这里的其他的来帮你看一下刚刚我说近期嘛你遇到的，我来帮你看一下这一个时间到底是能够拉到多广1个月、3个月还是半年呢？我先以半年为基准来翻一下前后的时间长度来，先翻1张来看一下到6的话。的确是半年左右你就会遇到这个人来，我来帮你再扩大一下整个3又出现了。3又出现的话，我更加确定他现在可能就在你的生活圈的外圈，才刚进来这个其实我常常重复讲，就是说他进入了你现在的生活圈也就是说，如果你现在没有交任何新朋友，没有去任何新的地方，还是在固定的生活圈的话，他会开始进入你这圈，就是说他可能会开始认识你周围的朋友了然后会慢慢的一步一步跨越其他的人之后，会来到你面前跟你认识然后跟你认识，我觉得至少6个月左右才会进入，6个月左右才会进入
不过这里有一个讯号了，我觉得大概在1季之内，它会开始往你这边走。它现在已经在你的附近，但是它还在，我觉得它还在，我觉得这个能量要开始往你这边移动了，可能还要再过1季哈，然后6个月左右之后才陆续出现在你面前哈，然后这边有一个讯号是你跟他认识开始之后，那个情愫慢慢堆起来，大概也就是过了半年之后，才会有比较好的，他对你才会有开始有一些特别的情感会出现，所以可能前面要花蛮多的时间，慢慢跟这个人熟悉啦。哦，他会在某一个时间才会突然自己心里会觉得好像对你有感觉，好像要对你有感觉，所以你再等看看，至少如果以1号牌的话是半年哈。好，我再来看一下。我来帮你更看一下这一个人现在在干嘛哈？现在的情况，现在的情况的话，来看这个好了。现在的话，好。宝剑出的蛮多的哈，表示他现在其实，他现在在努力着他自己一些事业上他的野心、他的梦想的东西啊，反正就是他现在在冲刺他想做的事情，然后他现在想做的事情，而且他内在的那一个冲劲哈，还蛮强大的哈。然后我这边有看到的是因为他某些工作的关系，所以开始认识你周遭的朋友了，开始周遭人的朋友了。然后比较像是他是你的朋友介绍他去你的朋友的工作圈里工作哈，就像是介绍一个工作，所以他慢慢的进入你的工作圈，你的朋友的工作圈，可是不知道是哪一个朋友了哈。然后因为他的工作能力也蛮强的哈，有点像是从别的公司别的地方拉过来的哈，所以他慢慢的进入你这一圈，然后他在他的工作能力上是蛮好的啦哈。工作人员帮你看看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工作，有没有讯号？没有讯号，就来看一下他的。再不过，我个人觉得确实跟金融有关的工作的讯号还蛮强的哈。然后也有可能是厨师啦，就是跟餐饮业也有关系了哈。大概是这2种选择哈，不确定了哈。但是选项有这个啦，因为这2个能量比较强。不过它这个土能量出现跟前面的土能量这样出现搭配的话，我确实有发现他可能做跟金融有关系的工作比较多，而且他对于金钱的管理跟各方面还蛮谨慎的哈。所以如果你认识他的话，你不用太担心他钱是有很多问题，他其实是蛮会管理钱各方面的哈。从前面的土能量往下走的话，原来讯号是这样子走的到这里哈。好，目前简单来说看到它是这样了哈。时间是这样。来，我再帮你看一下你们2个如果开始交往之后的和适合的程度，或是之后的发展，我来帮你看一下。就半年后哈，你们如果如愿的话哈，顺利的话，半年后你们相遇了、见面了、变朋友之后，然后那之后的发展情况会是怎样？我来帮你大致捕捉一下那个趋势哈，那个走向。来用这一个来看一下。不要好了，我用这个。你可以这半年先忙一下自己的，就是先不用特别期待了哈。
简单的说，这一题比较像是专门是这一个人哈，因为我刚刚脑袋看到了，就不是一个大能量，就专门是这一个人。但也许你半年后会遇到别人啦，只是今天有预测到一个6个月之后会遇到的人哈。来，我来帮你看一下6个月之后的情况哈。好。先4张，我来看一下这个平均。它这里有，我看一下这时间真是，我觉得大概你们开始见面之后哈，我觉得他这边有一个很潜在的一个火的能量在告诉我说，虽然他是一个很慢热的人，可是他对你的好奇心哈非常非常多非常多，所以他会主动跟你约很多机会跟你出去多，他其实很想认识你哈。然后他认识你之后，心里就有一种很特别的探索欲望，很特别的探索欲望。然后他也搞不清楚是对你的喜欢还是什么，他就觉得你蛮特别的，就特别想要跟你比较亲近，想要跟你可能要对你多了解一点。他其中是因为他对你有一种熟悉感，是他以前的安全感所带来的，就是说他心里有一种对安全感的定义，他很熟悉什么样的安全感对他来讲是最舒服的，所以他在你身上有感觉到这一份类似的感觉，所以他有一点点，就有点像是你是他的安全感的具体化，可能是来自于你的个性啊各方面等等，他就是觉得很熟悉并不陌生，所以他特别想要跟你比较亲近一点哈。然后再帮你看其他的。不过还是看起来啦，你们的情感的成长速度其实就是比较慢的，要慢慢的哈，因为对方带来的土能量真的太多了，他带来的土能量真的太多了。然后不过别担心，他这里带来的很多的宝剑能量、风能量，我都觉得都不太像是一种困扰或是一种问题，这里所带来都比较像是一种被破解的事情，它很像是你们两个。我觉得算是理性的情感、理性的相处，所以在你们的聊天过程中，有很多会更像是朋友的交换意见，然后慢慢的培养出感情，然后慢慢的在彼此里面才开始呈现出价值，会慢慢的，没有那么快，然后会有一些特别的事情发生。然后会让你们对彼此的关系有一个很大的概念的转换，就是你打个比方，就是你会突然觉得他好像不像朋友，或是他会这样觉得，会突然会觉得这个人的重要性已经超越了你以为的，或是这一份朋友关系所能呈现的。所能呈现的，也就是说，你们会有点后知后觉，发现对方的重要性超乎想象啦。这份关系是，但是它这都不是一触即发的，它都是慢慢的在心里发芽，在心里消化出来，然后呈现结果。因为牌子一直翻出来之后，都有一种沉重感比如说都有一种沉重感，然后那个沉重感在告诉我的是，它是一个消化的过程，它是一个理解的过程它是一个找到答案的过程所以你们的关系是要慢慢的才会走到恋人关系，但是当走到恋人关系的时候，我相信那个关系已经非常稳固了，因为这几组牌的土能量出现的位置都是我很满意的位置，然后也有未来性，也有动能，也有动能，所有的负面牌出现的位置都是处在一种可被解决，不是阻碍的位置出现，我就觉得它都顺得下去。好，选择1号牌的就这样，你可以期待一下，半年后可能会有一个蛮好的缘分会出现。不过我必须提醒你，第一件事情是不要太过期待，不要太执迷，一定要找到这个，记得不要用找的，你要用慢慢的去体会生活的这能量，就会自然而然出现。第二，
这个好的能量是有机会成为你的恋人的，但同时他也有机会成为你这辈子很重要的一个朋友，很重要的人，也有这个可能哦。好，这就选择1号牌的朋友。好，那么希望你喜欢，那么祝福你，谢谢你来听。好，再来是选择2号的朋友哈。来，今天的题目是：他已经来了吗？他已经出现了吗？他在你的生活范围里了吗？哈，来，我们来捕捉一下整个能量的走向哈。好。好，宝剑哈，力量哈。再2张好了，把整个翻完整一点。好，这张，就是我目前看到的是10哈。我觉得他在我觉得他处在一个快要出现在你面前，但是好像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哈，就剩下我觉得就剩下一点点一件事情哦。然后这件事情比较像是他在处理，我打个比方哈，我今天看到的能量可能是他正要转职啊，他正要换一个工作，然后他换到你的视线里哈，可能换到你的公司，可能换到你公司附近，然后你们可能会在别的情况会遇到哈。然后也有一种是他可能要搬家哦，然后搬到你附近哦。我目前看到的是这个哦，跟1号牌不太一样。1号牌是他可能要认识你的朋友了，你的朋友会介绍他进入了你的生活圈哈。2号牌不是，2号牌是它是一个独立的，然后会用一种比较物理的、比较空间的方式出现在你附近，所以你们的相遇很有机会是巧遇，很有机会是巧遇跟邂逅，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就是一种很平淡的方式在生活中出现。不过呢，我必须直接说的是，不容易发现。就是说，他可能他的外在条件跟各方面不是你原本所期待的那个样子，也可能不是你的菜，但是他会在某一种很特别的情况，让你发现这个人很迷人，然后吸引你的注意。很奇怪，他这里就是他这个联动就是这样子哈，因为力量牌在这边出现了一种契机，它这里面出现了一种很无常的、很随遇而安的力量。它有一种很生活感的力量要出现，所以我才会把它诠释成是它会在一种平淡无奇的机会，让你遇到它的时候，会对某个人突然有一个很特别的感觉。它有很多情况很像是，打个比方啦，它蛮像是你可能在买东西的时候，突然钱掉到地上了哈，它会帮你捡。然后你对它就突然有个感觉，或是另外一种是可能你要进电梯的时候，门要关上了，它是那一个里面帮你把电梯按开的，然后你就对它有感觉，或者这种很平淡的情况，或是你在排队或什么时候，它会让你先站前，先付钱或什么，你会得到一个很奇怪的小幸福感，而对这个人有特别的感受，然后你们就有机会认识。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频繁的邂逅，你懂那种很平常随时随地都会出现的情况，可是这一个人做的时候就有一个特别的感觉会出现哈。来，我来帮你看看他现在他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好了，我帮你看看，好奇一下。好，土能量一直出来哈。好，我脑袋一直出现一个，穿着上班服的人哈，是男是女我就不说了，反正他就是一个穿着上班服的人，就是我认为他是在上班的中间空档，中午午休的时候你会遇到他，哇，我的讯号很强烈，他真的会在你买东西或什么地方，我目前看到是这个了，
你可以期待一下，但不要迷信哈，不要太觉得一定是这样哈，因为他可能那个讯号有很多时候可能是你们已经接触好几次的其中一个啦，哦，然后请好，首先呢，他是个蛮浪漫的人，蛮浪漫的人哈，对周遭的人蛮多感受的哦，他是一个可以感受到旁边的人哈。我也必须说，当他注意到你的时候，或是你们一有感觉的时候，会有一触即发的感觉，你们会有一触即发的感觉。但是他会收的，好像有点漠不在意，哈。可是他心里明白，他对你也很有感觉，哦。反而是你这边会有比较多的心花怒放的感觉，然后你会有点猜测，哦，因为他收了，所以你会觉得自己自作多情啦。哦，在这个关系里，但其实他内心也是蛮澎湃的。他遇到你，他喜欢你的时候，然后很有可能你们巧遇过好几次，所以你对他的这个人在你的生活圈里面不陌生。可是你们会在一次的交流接触后，才有开始有印象深刻。可是他的外在可能已经看过好几次，但是不陌生，只是你突然才惊醒，说：“哎，这个人平常我常看到哈，今天才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今天才第一次跟他有对谈，这样子，然后感觉就直接就来了哈，并没有什么很遥远的，就是应该说他这个人啦，他的影子各方面已经在你的生活中出现很多次了啦，哦，样子什么的，来，再帮你翻翻，他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的人哈？”性格上各方面，这里有一点小翻盘哈，他这边有点在告诉我说，他本来你一遇到他的时候你就喜欢他，表示他可能外在跟各方面都是吸引你的哈。可是的确，他有一个讯号是，因为他收了他对你的感觉哈，他对你其实是激动的，但是他有收了，所以你开始不是很确定是不是这个人，但其实他的外表各方面这边有一种你一看就喜欢的感觉了。可是你小心，你旁边也有人会喜欢他啊，他会就是说，这边有看到你有对手了，你有对手，感觉上这个人是有一点万人迷，好像大家都会喜欢他的一个，他这个条件都蛮好的哈，那边条件都蛮好的，他有点，如果以星座来讲，他有点天蝎座、摩羯座、双子座的那一种神秘感跟秘密感。他们有多面，然后另外那一面是非常难以探测的那一面，所以他的确就跟我刚刚讲的，他会收他自己真实表达的样子，不过这个你们两个的能量的走向，我觉得是顺的，所以你慢慢认识他之后，他的那些原本的另外一面，很快就会被你挖掘了。不要被这个东西所惧怕。他确实也有一点点在提醒说，你会花蛮多的猜测去猜他到底是不是对你也有感觉，然后你会有一种别扭，有一种小害怕，是不敢去表达，不敢去付出，因为你不太确定对方是不是跟你有相同的感觉。因为他真的有收一下，他也不确定，因为他的钱币是出现在皇后牌2次啦，2次所以他这个慢慢的慢工出细活的情感表现，也不能说他感情累积的很慢，我觉得他就是不急着去发现，或是不急的去表达他对一个人的喜欢所以反而你这边可能会有一段时间会不太确定这个人喜不喜欢你。好，那我再看，
来看一下，所以大概你遇到它邂逅的情况大概会这样了哈。然后现在帮你看一下，大概多久你会出现这个邂逅这个遇见的情况。7啊，目前我觉得没那么快耶，还要一段时间还要一段时间，这整个都好远，还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还要一段时间才会来到整个转换的时间啊。我觉得现在有一个讯号是，你们两个虽然在同一个区域，在一个附近，空间是差不多，可是你们的时间表时间是错开的，也就是说，你可能是1点到2点去找吃的，他习惯是在你之前，或是3点之后，大概是这个比喻。所以常常会错开然后你出门上班的时间跟他出门上班的时间也有错开他可能是10点多，你是8点多之类的，大概是这个比喻。还有可能还有一点是你们两个出门的方向不太一样反正就是会有一种空间时间上的错开啦，会有一种时间上，就是这边还差一点点。我觉得他这边在讲的是有一个契机点因为这个死神牌跟宝剑十同时出现的时候，我就发现它有一个时间转换的契机点才会让你们两个遇到所以很有可能是其中有一个人突然休假了或生病了才会不小心在同一个时间里遇到。但是还是要自然一点不要特别去那，他自然一点，时间到了他就会让你们遇到了就时间上的问题。目前没有太远的，我来看一下了，半年嘛，要半年吗？帮我翻一下，是不是？如果以半年为基准的话，大概是加还是减呢？又出现一次，这样子的话，没有给答案呢。没有答案呢，它还在。我必须说，它好像整宇宙跟能量还在等待中，不知道在等待什么。反正就近期没有，近期是处于一种，就是说我用一个比较拟人化的方式来解释，就是说宇宙还没决定要让你们什么时候遇见。目前只能说有比较靠近了啦，但是还没有决定什么时候遇见。它都有一种，就是说，你看这个塔牌它就是毁灭的时候，那你不要看它什么毁灭什么，我要讲的是说，它在这个毁灭崩坏的时候，是会起一种尘埃，会有雾气，会什么？就是说，它整个空间是混乱的，你很难聚焦。所以我就很难聚焦。第二个是死神牌出现的时候，它有一个转换嘛，它一个转换，可是它必须要有很多原因，还有很多原因让整个重生转换，然后要重生什么没有确定，因为这个3个牌是我要确定，我可以确定它要转换的一个时机点跟事件，它没有，这里就没有，就整个是很混沌的。然后呢，又出现了圣杯8，圣杯8就是他没有要你看。他没有要看，他背离了，他没有要看，所以他这个3张牌就让我开始说，不知道那时间点，没有看到，没有决定，没有关键的地方，没有分水岭，整个环境还是混沌的，所以我只能说，你们目前的关系只走到了很靠近，在空间上很靠近，可是时间上，还没决定，只能说还没有决定啦。好，我再帮你看一下而你看一下你们两个的能量的发展也就是说，如果当你们遇到了不过我先讲他说还没有决定，也就表示有可能是1个月，可能是3个月，可能是6个月，有可能是1年，都有可能，因为他还没决定。他如果一决定好了，他就会给你了所以你可能再过一阵子，我们再翻看看别的题目或别的牌，可能就会有一些线索了。好，我现在来帮你看看说，如果你们两个真的相处下来的时候，两个人能量契合度跟各方面的走向是如何
好，好，好，嗯，我觉得你们会有一个相处的适应期还蛮久的。然后会坚持下去，会坚持下去。好，我觉得你们会在误解中产生感情，好，会在一些误打误撞跟误解中产生感情。一开始的时候对对方只是有感觉，可是有很快的就有体会到跟对方的脾气、性格各方面有很多的棱角碰撞跟摩擦。可是因为对对方有感觉，所以会花很多时间停滞在最初期还不确定关系的那一个关系里，会蛮长的。可是别担心哈，他目前看起来呢是，当你们开始认识过了一段时间，2、3个月之后，他就会直接跳跃式的进入了有恋爱状态哈，有恋爱状态，然后会开始2个人才开始有感觉到有恋人的感觉啦，好，但是只是初期，好，有点不成正比啦，哦，有点不成正比。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可能前面花了3、4个月来摸索对方，才开始有了情感。可是情感的浓烈度又不像前面都会堆积出来这么浓，没有，它就是一个还蛮淡的情感，才开始有一点点觉得好像有恋人的情愫出来了哈。就是反正总之前面要花一点时间相处。来帮你看一下这一张牌的延伸哈。好啦，他这里应该说你们有一种很奇怪的那种激烈的情绪在你们之间，就是你们就个性上不是那么顺，可是喜好上跟感觉上又觉得很热烈、很炙热，所以你们会有一种打打闹闹的感觉，会有一种打打闹闹的感觉。然后如果你们撑下去，再慢慢往下走的话，就习惯了。他有一种我就习惯了，然后2个就开始有一种分不开的感觉。会在这种打打闹闹的情况哈，就是我觉得他不太一般的情侣啦。我比如说，你们还会有一点点像好朋友，有点像哥们儿，有点之类的情感情愫在里面。哦，好，他这边的家人成分也很重，他还有一点在暗示说，很像家人、兄弟姐妹打打闹的那一种情感也有哈。这是你们的恋人模式啦哈，必须说是这样子，很特别哦。好，那么大致上就这样哈，这就是选择2号牌的朋友哈。那希望给你蛮好的那个蛮有用的正面的未来的期待了哈。就这样了，谢谢你来听，祝福你。好，接下来是选择3号的朋友哈。好，今天的题目是：他已经来了吗？他在我附近了吗？哈，他进入了我的生活圈了吗？我要遇到他了吗？哈，来帮你看一下哈，整个能量的趋势哈，来捕捉一下。先来做一个初步的捕捉。好，2号。看到他已经看到你了，那再继续看啊。只是你们中间被一些事情挡住了哈。我目前直觉到是，可能因为你们的关系特别，所以他没有表达出他对你的喜欢，有可能是同事。反正你们的相处的场合，我必须看3号更多像是工作上了哈。画面上也多多，脑袋里画面已经出来了。他在工作场合里面已经看到你了，可是因为碍于工作的关系，没办法跟你讲他对你的喜欢，因为会跟工作关系会有点破坏或什么。所以目前他是在你的附近，他已经在偷偷看你了，但是你可能，我看一下，你开始发现或你感觉到了吗？2哈，没有哈，7的话也没有，他藏起来了哈。他不是藏起来，他不是故意藏起来，是他知道
他有觉得还不到时机，还没有到那个时机哈。一般来说，权杖8的话会有一种时机到了，现在就该。可是因为前面出现了宝剑皇后哈，跟前面的一些讯号组合起来，我发现他有意识到时机没有到，因为他的理智跟他的见解跟他的远见性告诉自己，时机他要自己控制时机要到他自己控制这里也是了哈，这里有一种先退缩的讯号哈，然后7也有一种还在找方法的概念然后圣杯皇后让我发现说他知道了，所以我才把它转成他看到了，他已经知道是你了来，我们再往下看一下他是现在的情况，或他是什么样子的人好。先看看他是什么样子的人，看我们能不能捕捉到给你点线索，看你能不能跟随到。好，虽然我说的是工作上但是你可以把它套用在比如说生活里同学也有可能但我觉得选择上更多是在工作上啦工作上或是跟钱有关的事情上了我觉得你先看这张牌，你看他的画面，他躲着看你的讯号很强，因为他本来就算他不是这张牌的画法啦，但是权杖2都有一种分水岭，但有一种强，有一种偷看，有一种在窗后远望眺望就是他隔着一道隐形的东西在看你，看着远方，他在看你所以跟前面讲的一样他是在偷看你啦然后我觉得他等的时机是他确实跟前面讲的一样，他还是觉得现在不是那个时机要告诉你他性格上，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他人其实还蛮谨慎的。其实一开始就看到这3张就已经看得出来，他人其实对情感这一面是很谨慎的他不会一股脑的他不是一个恋爱脑，他一看到他就一定要马上跟你表达他怕你会失去，但没有，他想更确定更多的事情他想像这里的星系月亮牌出现的时候，我发现他这里代表的是时间代表的是时间，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日夜，就是更多的时间去观察你这一个人，他想确定在什么时间跟你说最好，因为他心里害怕最后就像塔一样崩坏，一不小心就会这样崩坏，所以他这里的顺序是要这样子去看的然后因为最后是这个钱币8，如果是钱币8的话，在这里它确实很符合我前面讲的，因为钱币8是有一种就是默默耕耘得到收获，所以它这个时间整个流动的时间感，确实是跟前面的这一个逻辑是符合的。只是他把心态上跟他的动机做了一个很好的诠释用钱币8来说，所以还是一样，我觉得你无法发现它，所以你现在唯一能做的是尽量把你的好自然而然的表现出来，要记得要自然不要因为你今天看到这个牌就发现你突然要去打扮漂亮一点了，你做事突然要变得比较小心了，讲话的声调可能要改了或开始有点疑神疑鬼或者什么，不要，因为他会发现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是，他虽然对你有感觉，但是他的感觉有没有到了他一定要跟你表达他对你的爱意跟他对你的喜好，还不一定到那个点但是他确实是有，他有看到在这么多人里面，他确实有看到自己的心对你有特别的感觉目前有这个，然后再帮你看，再帮你往下翻翻帮你问一个小问题了你已经看到他了吗？
只是你不知道他这个人，还是目前只有他看到你啊？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又有什么？有时候在工作里可能是他看到你了，但是你们从来没有交流过，或是你在这么多人，你看那么多人，可是你却从来没有注意到他，所以你都没看到他。那如果是看到了，表示你跟他有互动过，或是你对这个人有印象了哈，来帮你看一下，就翻2张牌来确定一下，没有，一样，没有。好，再帮你拍一张缓和一下。该怎么说呢？我觉得以具体上来说是没有看到，但是你有隐约的感觉到自己好像正在被人喜欢，有觉得有被偷看的感觉。但是那个是舒服的感觉，是你有感觉到，因为你的五感打开了哈。我觉得这边那个圣杯一告诉你说，那个五感有打开了，1、2、3、4、5号，那个五感有打开了。虽然是水能量，但是它暗示的是这种五感的一种细致的能量哈，有打开了，所以你有感觉到，你开始有感觉到，你现在正被，应该说在看到这组牌之前，你就有感觉到你好像有爱慕者。你有感觉到，你不确定到底那是什么哈，所以目前这2张牌看到的确实是你不知道是谁啦，你不知道是谁哈。好，我再来帮你看一下，要多久要多久要多久的时间，它才会浮现在你面前哈？要多久的时间？用哪个翻呢？这个好了。哇，目前这张看起来是还有一段时间，当我看第2张的时候来去跟他做诠释哈。直接解释你看这个是10，这是1，宝剑10，宝剑1。我们不看它这个风能量我们就只看它这个数字10到1还要经过一个什么0它就是说它还要换一下，所以它还需要一点时间现在他现在在10啦他还在我刚前面讲的，他还在选择，他还在思考，还在找机会所以要到一个他开始有行动，到1中间还有一个10要过完0回到0，然后才出10到1，还有一段时间，还有一个转换所以还要再等一下。具体要多久我来问这个，来给我6个月来看是增增减减有的时候是没有答案的，但我们还是可以翻一下。因为恋爱牌它是一个急速的感情，它这个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就是风扫过皮肤的那个瞬间所以它是一个快的，所以我说6个月吗？它的意思其实是差不多快了就是差不多快6个月快了也就是说可能不用6个月它就浮出没有，但是我还是需要再更多的确定了对了出现这个的话，那不只是快了我觉得它可能更快，我觉得它不会到6个月，就是说6个月内可能还更快还会再更快，就打8折吧，可能就4个月。就它可能近期啦，1季到2季中间，它就会浮现在你面前了你就会开始感觉到有人对你的表达很明显了你看又是恶魔牌，有啦。小结论，你半年内可能这个人你可能就有追求者了，这个人可能就开始会表达，他开始会对你示好，对你有很多比较主动的动作了还蛮明显的。来，好，我刚刚好像没有特别去翻这个人的性格或各方面的没有讲那么具体。来，如果这个人要主动的话，我们来探索一下他的性格了。好，看这个人的内在品质性格各方面如何来，我们来分3张来先看一下这一个人。
今天这个牌出现了好几次哈。好，我必须说，他是一个会为了你付出蛮多的啦，他会为一个值得的事情牺牲的啦哈。然后你可能要有点心理准备，他开始跟你表达他对你的喜欢的时候，他会有一种很快速的、很急躁的感觉哈。你会觉得有一点点小小的喘不过气来，他可能会表达的很多，他会表达的很多哈。不过还有一件事可以告诉你，他内在还蛮丰富的。他内在还没有这个命运之轮，你看封面有很多在读书的元素哈，应该是说他管理自己跟丰富自己的，对自己的要求也蛮高的，他对自己的要求也蛮高的哈，所以他其实是个真的很理智的人啦哈，他真的很理智的人。这边其实他这里都没有任何讲他内在或是讲他对情感的表达的时候，都不是用火能量来告诉我他是冲动的，而是都是有一种很平稳的顺序哦，它是有一个按部就班的感觉哦，所以他不是一个乱来的人，他不是一个浮动的，他不是一个天马行空的，他是一个虽然土能量没有来的很多，今天这一副3号牌的土能量没有很多，可是他有一种风能量的秩序感有在这里哈，有在这里。可是我也有看到他有一种对于爱情的冲动啦，可是他这个冲动一直在跟他自己的理智跟他自己的喜欢秩序感的有点达到，有点冲突起来。他可能对自己也会有一点吓到了哈，他对喜欢的人的表达会这么猛烈。好了，他其实也会有一点猛烈，但是是在他的理智范围内的猛烈哈。来，我再帮你看2张。好，又来了哈，都是这种，不过，如果硬要说他的缺点的话，我觉得他对事情的要求都有点太高了。好，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他对于表达爱情、表达感情，他都已经放这么高的标准，对自己的表达能力跟表达表现好坏都对自己要求蛮高的，所以他对周遭的任何事物都会事情要求都蛮高的，但也因此，他是一个工作能力跟做事情能力都蛮强的人。哦，常常都是这样哈。为什么说常常都是这样？因为我常常翻到的人，他牌面上常常都只告诉我他的最主要的优点了哈，所以我常常会发现一些工作能力强的人，或是牌面常常都只想推荐能力比较好的人哈。不过他确实还是有一个缺点啦，因为他对事情真的是要求太高了啦哈，我是有点担心他最后还会来要求你。但是如果你本来就是一个自制力蛮好，对自己要求蛮高的话，那你就非常符合他的价值观、生活状态。但我觉得这个都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子，很要求自己的。哦，我觉得他要求的点还算蛮基本的了哈。好，我来帮你。我突然脑袋发现一个讯号，我想翻一下。哦，来，我想翻一张这个人的控制欲强不强？翻一张。控制欲强不强出现的是这个，好吧，我们翻出他的缺点了。哦，来，这么直接，我也没什么，我也没办法再帮他多说好话了。控制欲蛮强的啦，吼，我们把它转换成他有点霸道啦，他确实有点霸道。刚刚前面都已经讲过了哈，对自己要求太高了哈，有时候会忘记对自己要求高就好了，不要太要求别人哈。那我们再帮你翻一张好吗？就是虽然他控制欲很强，但他对情感上的控制欲也是相同的吗？还是他对待爱情上他就会有特别的待遇了呢？好，恭喜哈，是有啦。好，在爱情上呢，他会给你一个特别的位置，因为皇后牌都出来了，位置是要多特别就有多特别。虽然他是一个控制欲很强、掌控力很要求的人，但是他在爱情上，他会给你特别的待遇，给你特别的位置，所以我们就化解掉了，不要太紧张哈。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想成是他是个非常谨慎的人，非常自律的人，非常要求秩序的人。但是他把他所有的
就是说它剩下的那个，就是它也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它总是会有一些空间留给自由。那它把那个空间留给你了哈，皇后牌在这里，你的位置是皇后牌，好，你可以直接去这样子心领神会一下这个位置，跟我们的题目，好给的。我们刚刚问的是他的控制欲也会在感情上或对你是一样的这样子非常控制吗？要掌握所有事情吗？没有，是皇后牌哈，表示你的位置是很大的、很特别的哈。好，因为皇后牌后面带来的是一种更多的丰盛、更多的美好，但是你要知道，皇后牌也带来了某一种对于好的要求的控制。可是因为这张牌我翻的是你，所以你拿到这张牌，反而是他遇到你的时候会有一种相反的状况，就是他愿意让控制权给予你。好，他不会把控制权用在你身上。好，那大概就是这样了哈。那这就是选择3号牌的朋友，讲的还蛮仔细的啦，我觉得啦，我把它讲的更白话、更仔细，希望你能够对于期待一个新的人有更多正念的想法哈。总之，谢谢你来听，祝福你哦。